他害得我妈抑郁症发作跳楼，害得我葬送大好的前程，只能沦为酒吧里的打工小妹。几年后，我却突然接到他的消息，我儿子到现在还没忘记你，他最近考研失败了，你能不能看在同学的面子上，安慰他一下？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没想到，时隔5年，我竟然收到李翠芬的好友申请。申请信息里只有简短的一句话：我是张伟的妈妈，我希望跟你谈谈。对上这条好友申请，我的思绪回到了5年前，李翠芬怒气冲冲来学校找我算账的情景。只因张伟是我的高中同学，他喜欢暗恋我，便在上体育课的时候偷偷用手机卡视角拍下我的许多不雅照，被他检查手机的时候发现了。他不怪自己儿子猥琐好色，反而闯进班里，指着我的鼻子说我是勾引他儿子的狐狸精。当时他满口喷着唾沫，义正言辞地说，像你们这个年纪的小姑娘，谁不想着好好学习，也就爱勾引男人的狐狸精，整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穿着裙子扭屁股，是你故意让我儿子看那些画面的。要是耽误了我儿子考大学，看我饶不饶得了你。他说我耽误男同学读书，要求学校开除我。可他不知道的是，其实我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比他儿子张伟的成绩好太多了。学校当然不肯采纳他的意见，于是他就跑我家里闹，堵在我家门口骂我妈是狐狸精，才能生出来我这个小年纪就会勾引男人的小狐狸精。我妈当时抑郁症，被他堵门叫骂刺激以后，不堪受辱跳了楼。而我因为接受不了妈妈惨死的事情，在学校待不下去，最终办理了退学。可笑的是，李翠芬闹得翻天覆地，逼得我们家破人亡。他儿子最后还只是考了个很差的2本，最近考研也失败。他们居然又想到我该怎么安慰他儿子呢？让他去死好不好？我同意了李翠芬的好友申请，并且装作善良无辜的样子对他说，阿姨，我跟张伟已经很久没联系了，您不该来找我吧？李翠芬却发给我几张截图，说，我知道你跟张伟没有联系，可我儿子还对你念念不忘啊！我看得出来，张伟对你还是有感情的。他这次考研不顺利，心情挺不好的，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好几天了。你跟张伟是同学，他又这么喜欢你，你的安慰对他肯定管用。这几张截图是李翠芬跟张伟的聊天记录。李翠芬催张伟尽快找个女朋友结婚生子的时候，张伟被催得烦了，便提起当年的那件事。他说李翠芬不就想让他收心好好学习吗？那他永远不近女色，不正合了李翠芬的希冀。张伟这次考研失败，李翠芬又开始逼逼赖赖，直接把张伟念到烦了。张伟气急败坏地说，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心里不清楚吗？当年那件事给我心里留下多大的阴影，我满脑子都是那事儿，还怎么安下心来学习？因此，李翠芬认定了他儿子对我余情未了，所以他几经辗转打听到了我的联系方式。看着母子俩争吵的聊天记录，我只剩下冷笑。老的耍无赖，逼得我家破人亡；小的窝囊，没用把我当成他废物人生的借口挡箭牌。我欠他们母子的，我很想破口大骂回去，但我最终忍下来了。等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了报仇的机会，我当然要抓住这个机会，送这对恶心的母子下地狱了。我装作乖巧的样子反问，阿姨，你想让我怎么安慰张伟呢？李翠芬回答说，我们张伟是大学生，将来肯定要找个大学生媳妇，
听说你高中没毕业啊？那我丑话说在前头，你跟我们张伟肯定没戏了。我只是让你在他难过的这段时候陪伴安慰他，等他恢复过来，你得跟他断掉，顺便趁这次机会彻底断了张伟对你的念想。看到这番话，我再次冷哼，把我当成用完就丢的工具人，多大脸啊！可我还是嗯了一声，意味深长地回答说：好的，阿姨，您放心吧，我绝对会让张伟彻底解脱的。接下来是张伟向我发送了好友申请，他给我发的第一句消息，竟是刚从我朋友圈保存下来的自拍照片，然后问：这是现在的你？我嗯了一声，故作平静地跟他寒暄：老同学，好久不见了，现在怎么样啊？张伟轻飘飘地说：没想到你现在更漂亮了。我谦虚地说：早就进入社会的女孩子嘛，喜欢化妆，拿工资买点漂亮衣服，漂亮也只是表面漂亮，哪像你们这种大学生，腹有诗书气自华。张伟大约已经忘了我当初是因为什么才退学的，听我夸他，还发给我一个可爱憨笑的表情包。我想李翠芬大概是误会了，张伟哪有考研失败心情低落的样子，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可活跃了，跟我分享他刚练出来的腹肌，炫耀他在某游戏里的辉煌战绩。李翠芬口中好几天不曾出门的他，还兴致勃勃地带我打排位。我故作无奈地对他说：张伟，还是别了吧，你妈妈不是说你要准备考研吗？她说你最近心情不好，才让我来安慰你的，我可不想耽误你学习。张伟向我抱怨一通：什么考研，我压根就不想考，只是不想过早走入社会而已，是我妈非逼着我考，我这不是为了争取时间休息几天，所以才躲在房间里不出去吗？我要是不发作，接下来该发作的就该是我妈了。这次考研失败，她非得念叨死我。听到这里，我再次冷笑，一个蛮不讲理强势的妈，一个不思进取只知道推卸责任的窝囊废儿子，多般配的一对母子。我勾起唇角，意味深长地给他发了句：那就不考了吧。张伟回复我3个问号，问我真的假的。我故作真诚地说：是真的呀，你现在变成男大学生，已经是我够不到的学历了，真要以后考了研，估计我连跟你做朋友的机会都没有了。张伟再次发给我一串问号，似乎不敢相信地问：林佳，你是说你喜欢我？我当然不喜欢他，我怎么会喜欢一个偷拍女生裙底却倒打一耙的变态狂呢？可我又深深地知道，李翠芬的弱点是他儿子，想要对付他，没有什么比毁了他的窝囊废儿子，让他亲眼看着张伟生不如死更痛快的事了。我没有直接承认，而是轻飘飘地说：以前的事就不要再提了，我知道我们是不可能的。张伟觉察到苗头，更加迫不及待了。他给我发了很多消息，见我不回，又给我打了很多个电话，但都被我挂断了。张伟向我发脾气，气急败坏地问：林佳，你把话说清楚，你什么意思？故意吊着我吗？我哼了一声，回复说：是你在吊着我吧？张伟又回复我几个问号。我说：你明明知道我们之间不可能，还追问什么呢？你觉得我会相信你一个大学生会喜欢我这种高中都没毕业的打工妹？就算你不介意，难道你妈就不介意吗？还是说……我顿了顿，意味深长地问：你可以为了我忤逆你妈的意思？张伟的回复咄咄逼人：在你眼里我算什么？只能听妈妈话的乖宝宝吗？我不喜欢你，都这么多年了，还对你念念不忘的，一找到你的联系方式就加你好友，还眼巴巴地带着你排位上分。最后他说：你不肯相信我是吧？那好，我会证明
给你看我的诚意，明天我就去找你。”李翠芬告诉我，我的安慰已经初步成效，张伟的精神气终于上来了，晚上竟然还兴致勃勃地吃了2碗饭，这可把太子妈给高兴坏了。张伟还提出，在家里学习精神压力太大了，所以他要搬到外面读书学习。那他来的地方当然是我工作的地点，他私下来找我，李翠芬当然是不知道的，他只是喜滋滋地告诉我，以后别跟张伟联系了，他儿子要2战考研，不能耽误张伟学习。可他不知道的是，那天晚上张伟捧着一束玫瑰花，眼巴巴地站在我家小区楼下，他给我打了无数个电话，我都没接，他不停地在微信里求我，我也没理。李翠芬的宝贝儿子，他捧在心尖上的肉，像个傻子似的，在我家楼下淋着雨，等了一整晚，直到第2天，我才回复他的消息。我对张伟说，以后别再联系了，你回家去吧，就当我之前对你说的话从没有提起过吧。张伟恼羞成怒，老子听你说的，向你证明诚意了，我从家里搬出来了，还在你家楼下等了你一整晚，给你打了无数个电话，你把老子当傻子耍。而我站在落地窗边，居高临下望着张伟狼狈的样子，回复说，原因你自己知道。张伟又给我发了几个问号，我把李翠芬让我别再联系张伟，不能耽误张伟考研的聊天截图发给他，对他冷笑说，不然你要我怎么办？让你妈像高中那样冲进我工作的地方，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狐狸精，耽误你读书吗？见我提起高中的事，张伟沉默了，他最终耐着脾气哄我，是我妈不对，你别听她的就行了，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我不会再让她伤害你的。我不信张伟对我有真感情，就算有，也只不过是见色起意，就像高中时那样，一个真正喜欢我的人，自然知道尊重和克制，可他并没有。更甚至，我怀疑他在朋友圈看到我的照片以后，在临时起意决定对我念念不忘的。只能说是我出现的时机太恰好。这些年来，对于李翠芬近乎变态的控制，张伟肯定早就受够了，我只是他反抗李翠芬的借口，而我要做的就是不停地加码，让张伟跟李翠芬母子决裂，让李翠芬眼睁睁地看着他儿子坠入深渊，万劫不复，但他毫无办法让儿子回头。我装作生气的样子，冷哼一声说，这是你跟你妈之间的事，你自己处理好，可别提为了我受不起，怕你妈又怪到我身上，又来找我闹。果不其然，当天晚上李翠芬来找我哭诉了，你跟张伟都说了什么？他打电话回来跟我大吵了一架，还威胁我说不考研了。我告诉你，要是耽误了我儿子的前程，我饶不了你。我故作无奈地回复说，阿姨，我只是看在跟张伟同学的份上才答应帮你安慰他，我又不是你花钱雇来的陪聊，还负责售后业务，这不是你让我远离张伟，不要耽误他学习的吗？现在又怪我。李翠芬被我堵得哑口无言，最终她抽噎着说，随便你们吧，你跟张伟的关系我可以暂时不插手，但考研一定要让张伟考，不仅要考，还得让他考上。你得保证在你俩来往的同时，不能耽误张伟学习，明白了吗？看着这番近于命令的话，我瞬间笑了。我回复说，阿姨，你当我是你花钱请来的保姆和家庭教师呢？以前我没出现的时候，你儿子不也没考上？我一片好心安慰你儿子，你还给我扣个帽子，让我对你儿子的考研结果兜底是吧？我删除了张伟的联系方式，并截图发给李翠芬说，算我倒霉，
这儿子你自己安慰吧。张伟自然很快发现我删除了他的联系方式，他拼了命地申请我的好友，但我就是不同意。他找不到我，自然就要向他妈妈发泄怒气。而李翠芬呢，不舍得骂自家儿子，被张伟叛逆上强度以后，他就胡搅蛮缠地来找我上强度。张伟对我苦苦哀求挽留，李翠芬闹着逼我远离他儿子。一番折腾后，张伟直接堵在我家门口，他向我张开手，露出一个开心释然的笑，对我说：林家，我解脱了，我不用参加考研了。他双手捧着我的脸，满怀期待地问：你也不用理我妈了。我跟他说了，以后我们断绝关系了，他再也管不到我，你跟我在一起吧，好不好？我故作娇羞地扑进他的怀抱里，哼声说：你要追我，那也得看你表现才行。张伟是跟家里闹翻出来的，李翠芬当然不愿意再给他生活费，他还叫嚣着等张伟在外走投无路的时候，自然就会回去求他。那我当然不会给他们母子和好的机会。张伟贼兮兮地提出想跟我同居住在一起，我魅惑一笑，娇嗔地推了一下他的额头说：我都还没答应做你女朋友呢，你就盘算着来跟我同居，在家靠你妈，出门靠我，你就是这么表现的。见张伟尴尬，我继续怂恿说：你妈不就是想逼你回去吗？这倒是个好机会，让你向她证明自己不是只能依赖她的小孩子了，你可以独立出去养活自己，你妈自然就管不到你了。张伟觉得我说的在理，在外面租了房子，还找了份工作，嚷嚷着要努力赚钱养老婆。当天晚上，我收到程树的消息：你跟张伟在一起了。林家，你想干什么？程树是我的同学，以前我妈没出事的时候，我俩还是街道的邻居，算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我妈出事的时候，还是程家的伯父伯母帮我料理的后事。后来我辍学出来工作，程树也曾来找过我多次，希望我重新回去上学，努力参加高考，但被我拒绝了。我当时含着泪对程树说：我的人生已经毁了，我回不了头，也起不来了。阿树，你放开我吧。可我在外漂泊这么多年，程树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重点大学，我们之间的联系从未变过。他像个多事唠叨的老妈子似的，管我别在深夜的酒吧里喝醉，别穿性感暴露的衣服参加乱七八糟的聚会，还经常分享给我有关成人高考的信息。我知道，在我坠落的时候，他想拉着我，是我自己没有力气向上爬了。我对着张伟兴致勃勃收拾出租房的身影，露出诡异的笑容，回复说：阿树，凭什么我跟我妈的人生毁了，他们母子还能好好的？我不甘心啊！你别管我了，好不好？让我拉着他们一起下地狱。早上，我化妆打扮完毕，打开门，张伟堵在我家门口，手里还殷勤地拎着早餐。看到我精心打扮的样子，他咧了咧嘴，上前动手动脚的夸赞：老婆，你真好看。我嫌弃地将他推开，娇嗔：谁是你老婆？为了转正成为我的男朋友，张伟可谓卯足了劲儿。早上蹲守在家门口送早餐，中午宁愿自己饿肚子都要给我点外卖，晚上准时接我下班说晚安。就在他拼命追我的时候，我故意在朋友圈发了几张工作时的照片，瞬间把张伟和李翠芬给炸了。画面中，我穿着性感暴露的衣服，坐在几个男人中间，在纸醉金迷的灯光下，放荡又堕落。张伟怒了：这就是你工作的内容？我辛辛苦苦地追你，连根毛都没碰到，你转头去陪酒。李翠芬也发了疯地联系我，狐狸精果然是狐狸精，天生勾引男人的货，你赶紧跟我家张伟断掉，
我们家可瞧不上你这种出来卖的野鸡货。我把李翠芬骂我的聊天记录发给张伟，佯装发疯，向他质问：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工作？如果当年不是你偷拍我，让你妈找学校和我家里闹，我至于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任何人都可以对我指指点点，唯独你们母子没有资格。我一边哭一边歇斯底里地问：如果不是你跟你妈，我妈就不会死，我能考个好大学，毕业后能有份体面的工作。对呀，我就是狐狸精又怎么样？那些男人愿意为我花钱，你呢？你口口声声说爱我，一边毁了我，一边看我千疮百孔嫌弃我吗？张伟被我问得哑口无言，良久，他才乞求又心痛地问我该怎么做，你才能从那种地方辞职？你说。我尽力办到。我哼了一声，找到以前有个猥琐男骚扰我，要花巨资包养我的短信说，很简单，你养我呀。张伟答应了，他给我找了个新的房子，让我从目前住的地方搬出来，还承诺每个月补给我生活费。可他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哪有这么多钱？当然是动用家里的存款了。张伟回了趟家，把家里的存款和贵重的东西都取了出来。李翠芬当然会发现，发着疯的找我闹，他骂我贱，诅咒我是狐狸精，不得好死。我拍了张伟卖掉李翠芬金首饰给我买的奢侈品手表，悠悠地炫耀说，阿姨，也不知道你把张伟养这么大，他有没有给你买过礼物？你儿子的眼光很好，他送的东西我很喜欢哦。见张伟给我报金币，李翠芬简直疯了，她跑到我工作的地方闹。恰好那天是张伟陪着我去酒吧提出辞职，这下酒吧里更热闹了。李翠芬发疯，把我们酒吧砸得稀巴烂，保镖想阻拦，老板却挥挥手说，没事儿，让他砸，砸坏的东西登记下，待会儿找他索赔。李翠芬终于不敢撒泼砸东西了，于是她指着我的鼻子骂，你这个贱人，勾引男人的狐狸精，故意吊着我儿子让他给你花钱。酒吧里那些同事小姐妹大都知道我的事儿，面对李翠芬的发疯，她们嘲讽说，哟，来我们酒吧闹事的女人大都是来找自家老公的，还是头一次见到来找儿子的。大妈，你儿子是初中没毕业，还是刚上幼儿园啊？男欢女爱，你情我愿的事儿，用得着你个绝完精的黄脸婆来插手？还有小姐妹揭穿说，这位大妈的儿子我认识，不就整天堵门口纠缠林家的那个吗？林家好像还没答应做他女朋友吧？明明是你儿子主动，做什么为难我们林家呢？不如把你儿子带回去管好。围着看热闹的还有以前认识的客人，有个关系不错的客人故意打帮腔说，这是送了多贵的东西啊。至于闹成这个样子，他转向脸色阴沉难看的张伟，又嘲讽说，我说兄弟，你没钱就别装逼了，怕老妈没断奶的毛头小子，回家抱着你妈哭去吧。就这点斤两，还敢吹牛让林家辞职？老子随便开瓶酒都比你工资高了。这下张伟的脸色更加难看了，现场都是他惹不起的社会人，他也当然不敢冲着我撒气，于是就跟李翠芬发疯，你来这里干什么？不早说了断绝关系，能不能给我点自由？你非得逼死我才甘心？张伟激怒之下，居然拉着他妈要跳楼。李翠芬吓坏了，也被儿子叛逆发疯的表现伤透了心。她拼命地抱着酒吧的围栏，拽着张伟的胳膊痛哭，儿子，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我是你妈，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跟妈妈回家吧。张伟当然不肯回家，他还当着我们的面再次跟李翠芬断绝关系。
李翠芬拉着张伟的胳膊，哭得声嘶力竭。儿子，妈妈做什么都是为了你好，这女人她压根就配不上你，她会毁了你的。妈妈对你把心都剖出来了，你怎么能为了个女人这么伤妈妈的心？张伟却硬邦邦地扯开她的手，冷漠说：这件事跟林家无关，我也不是突然变成这样的。从前我做什么你都要管着我，让我觉得压抑又痛苦。我早就想这么做了，那个家就是个监狱，我不会回去的。对上李翠芬愕然心碎的眼神，他宣告说：我要远离你，永永远远地离开你。李翠芬是个蠢人，她以为自己撒泼闹一闹就能逼着儿子回来，殊不知这样做是适得其反。在他的宝贝儿子心里，他是让自己觉得痛苦窒息的根源，而我是他枯燥人生中一抹自由的色彩。李翠芬抓得越紧，他逃得越快。他以前不是骂我狐狸精，勾引他儿子，耽误他儿子的前程吗？当时我多无辜啊，明明什么都没做，却被他泼脏水、扣帽子，受尽了委屈。现在我偏要扮演他嘴里的狐狸精，偏要让他眼睁睁看着他儿子自毁前程，他又能奈我何？见张伟为了我跟李翠芬决裂，我终于满意的笑了，主动上前挽住他的胳膊，转向李翠芬，炫耀又挑衅地说：阿姨，你看你儿子多爱我呀，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他，好好照顾张伟的。为了养我，张伟不得不做了2份工作。白天，他是公司里刚大学毕业的实习生；晚上，他戴着头盔，风里雨里的到处送外卖。男人果然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只要我随便招招手，对着他勾唇笑了笑，他就甘愿把命都给我，呕心沥血的赚钱给我买东西。他省吃俭用1分1厘赚来的血汗钱，变成了我的名牌包包、钻石戒指和铂金手链等等。我很会挑礼物的哦，都是血亏不保值的东西。为什么呢？为了在未来跟张伟闹掰分手的时候，把东西还给他，最大限度增加他的损失啊！看到张伟这么辛苦，可把李翠芬给心疼坏了。他给我发张伟变得又黑又瘦的照片，起初是质问辱骂，见我不理他，又变成可怜兮兮的祈求。我们家就张伟这一个儿子，他从小就没吃过苦，我求求你放过他吧，不要再折磨他了。我笑嘻嘻地回应：阿姨，这都是你儿子心甘情愿的哦，你跟我说没用，建议去找你儿子谈呢。随后我截图发给张伟质问：不是断绝关系了吗？他还能看你的朋友圈？张伟赶紧向我道歉，还找着借口说他毕竟是我妈，把我从小养育长大，我都为了你把家都抛弃了，我什么都给你了，你还想要我怎么样？看出张伟对李翠芬开始心软，我觉得不对劲。这次我没有发作，反而约他晚上吃饭。吃饭的地点约在我家，张伟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还特意喷了点我上次说喜欢的香水。男人送出的东西自然都是明码标价的，我很清楚张伟对我所有的付出，跟家里决裂，拼命赚钱养我，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睡我。而现在他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吃完饭，他开始对我动手动脚，搂着我的腰凑过来：林佳，我喜欢你，咱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你给我吧，好不好？我推着他的肩膀，勾着他的下颌笑了笑：好啊，去卫生间洗干净，我等你。张伟迫不及待地钻进了卫生间，而我趁着这次机会偷偷查他的手机记录。张伟果然在跟李翠芬联系，而且李翠芬还学乖了，以前对张伟大呼小叫，超强控制欲，现在为了挽回儿子，开始展现出温柔慈母的一面，关心他。
张伟上班工作累得要死，李翠芬给他转账，让他多注意休息。张伟缺钱给我买礼物，李翠芬依旧给他钱，还心疼地哭着让他好好照顾自己。母子嘛，终究连着剪不断的血缘。不管张伟之前有多叛逆，对母亲还是在意的。以前他逃离李翠芬的原因是过于强势的母亲让他觉得窒息，而现在李翠芬改了，变成温柔可亲的慈母，反倒是作为女朋友的我变成了向他索取无度的负担，所以他心中的天平再次倾斜了。不过这也在我的预料之中，并且还是我给自己留的退路和理由。我直接砸了张伟的手机，开始在房间里发疯。张伟听到动静，从浴室里冲出来，愕然望着我，他不知所措地问我：林佳，你怎么了？我指着他的鼻子骂：你向你妈抱怨我花钱无度是吗？怪我学历低，没能力养活自己是吗？张伟看了眼被我摔掉的手机，吓坏了，急忙上前来拉我：你听我解释。我就随口说说，我再次甩给他一个耳光，我赌着气赶他滚，还闹着跟他分手。张伟终于受不了了，他跪在地上求我：林佳，你是我女朋友，她是我妈，我夹在中间很难受啊。我妈她没有坏心眼的，她只是关心我，只要咱们是真心的，我妈她迟早会接受你的，你就当是为了我，跟我妈和解吧，好不好？我喝了一声，冷冷地甩开他的手。和解？我拿什么跟你妈和解？你只能看到你对我的牺牲，就看不到我对你的牺牲吗？你跟你妈把我搞成这个样子，是你妈逼死了我妈，我妈还在九泉之下看着我呢。要不是因为喜欢你，我用得着忍受良心折磨跟你在一起？我字字句句的诛心，最后说：正好，你不是要选你妈吗？那我们就分手，你不用夹在中间两难，我也不用背负良心债了，咱们好聚好散。张伟当然不愿意跟我分手，还各种乞求，但我毫不留情地将他赶出了门外。之后我还特意拍了几张他在外面苦苦拍门求情的悲惨照片发给李翠芬，说：你儿子我还回去了，可看他的样子好像还舍不得走呢。见自家儿子伤心欲绝的模样，李翠芬的心都要碎了。她立刻赶过来，想将宝贝儿子带回去，还堵着我的门叫骂说：林佳，你就是个狐狸精，不要脸的捞女！你说我儿子这么多东西，现在把我们家压榨干净了，看我儿子没钱了，就想跟他分手，那我儿子的损失怎么办？他送给你多少东西，现在一分不差的还给我们，不然咱们法院见。自从张伟跟我在一起，大概送了我30多万的东西，我全都收拾出来，打开门丢到他们脚下。我冲着李翠芬努了努嘴巴，说：诺，你儿子给我买的东西全在这儿了，还是第一次看到谈恋爱送女朋友礼物，分手了就找自己老妈往回要的。张伟无地自容，李翠芬却不愿意，这些东西都用旧了，我们折现能挽回几个钱？不行，把这些东西价格全都加起来，你要原价赔偿给我们。我瞬间扑哧一笑，跟他针锋相对：阿姨，你当你们家在干代购呢？送给女方的东西往回要也就算了，现在还想让我原价赔偿？你家张伟是谈恋爱还是搞诈骗呢？要不咱让法院评评理。周围的邻居听到动静，纷纷出门看热闹，得知来龙去脉，对着李翠芬母子指指点点。张伟毕竟年轻，在我这个女友面前还想维持最后的脸面，于是他冲着李翠芬发脾气：能不能别再闹了？你还想把我逼走是不是？要不是因为你，我跟林家能分手吗？我回家了，你自己闹吧。张伟头也不回地走了。
李翠芬忙不迭地拎着那些东西跟上去，想拉出张伟，却被张伟甩开了。看到这种情景，我瞬间笑了。听说李翠芬跟张伟的爸爸离婚了，现在在饭店靠刷盘子干活积攒下那些钱，被张伟这么败坏，得够他刷好几年盘子才能回本吧。在李翠芬找我安慰张伟之前，他儿子心态其实还挺好的，被我来回这么一折腾，捧上天堂又瞬间跌进地狱的感觉，那大概快崩溃了吧。没关系，等着他们的好戏还在后面呢。跟我分手以后，张伟无数次的找我求复合，但都被我拒绝了。程树给我发了几张聊天截图说，我不管你跟张伟是什么关系，他这个人不可信，离他远点。截图是张伟跟高中几个男同学的聊天记录。群里有人问他有没有追到我之类的，还提起我们当年的事，说张伟早就暗恋我，既然能抱得美人归。张伟气愤又沮丧地说，别提了，那女的玩我，我为她做了这么多，最后连根毛都没捞到，知道玩她又怎么样？她还不是眼巴巴贴上来。她在群里说想睡我，是因为看我长得好看才追我的，还说现在愿意捧着我，等得到手，把我玩腻以后就抛弃我，到时候就是我哭着求他了。然而现实中，他却伪装成深情款款的情种似的，一天一个小作文，可怜兮兮的求我原谅。那天程树来找我，被张伟看见了，他气急败坏地质问我是不是出轨劈腿了。我故意甩出他的聊天记录，轻蔑地反问他，就算我真的跟程树在一起，又能怎么样呢？咱俩早就分手了，你没有资格管我找别的男人吧。见我揭穿他的真面目，张伟终于也不装了，他说他就是想睡我，他为我把家里搞得一团糟，还损失这么多钱，这是我欠他的，最起码我得让他睡上一次，不然我就永远别想摆脱他。我答应了，我约张伟第二天周末来家里见面，并且在家里安装了监控摄像头。第二天，当我在家里等张伟的时候，却接到程树的电话。程树告诉我，他联系到一家挺不错的成人高考教学机构，还帮我交了学费押金，希望我能考虑。我望着监控摄像头那点红色的光亮，喃喃地说，阿树，今天我就可以彻底报仇了，你为我高兴吧？程树像是想到了什么，惊慌地问我，林佳，你想做什么？你别做傻事，你等我过来。听着他紧张害怕的声音，我扯了扯唇，艰涩地说，我知道你喜欢我，其实我也喜欢你呢，可惜这辈子的我已经毁了，下辈子我再来找你，下辈子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张伟对我动手了，因为他在家里发现我曾写给程树的情书，他彻底破防了，掐着我的脖子质问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本来就喜欢程树啊，我们才是青梅竹马的一对。程树干净温柔，优秀又上进，对我一心一意。我不喜欢他，难道要喜欢一个偷拍我裙底、逼死我妈妈的变态吗？得到这个答案以后，张伟彻底变成了笑话。他就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拼命地撕扯我的衣服。我反抗，他就打我，还掐着脖子威胁杀了我。也许他不知道吧，我的房间里安了监控，而且在他来找我的时候，我特意给他妈妈发了个语音视频，手机正好藏在对着我们的暗处，所以李翠芬亲眼看到他儿子对我动手，亲眼看着他儿子掉进我的陷阱，在愤怒中万劫不复。我的衣服被张伟撕得不成样子，就在我被他掐得险些晕厥的时候，恍惚中我看到自己跟程树的合影，画面中我还是那个青春年少的高中女孩。我流下了泪，放肆地大笑着，
原本打算用我自己做诱饵，拖着张伟母子一起下地狱，可现在我竟然萌生出无限的悔意。我的人生不该是这样的，就像程树一次次地对我说的那样，不管坠落到何种地步，只要向上，就还有重新开始的机会。在最后的时刻，我因为求生欲望，奋力推开张伟，抄起桌子上的水果刀，对着他怒吼：你以为我还是那个高中时任你欺负的小女孩吗？你再赶过来试试看，我拖着你一起死！正在张伟愣神的时候，门忽然被踹开了，程树气喘吁吁地站在那里，看到我手里拿着的刀，他心都快碎了，向我期盼地伸出手：林家，把刀给我，你过来。李翠芬也来了，看到现场的画面，她吓得瞪大了眼睛，直接瘫倒在地上大哭了起来。张伟这才缓过神来，对着李翠芬颤声说：妈，我完了，是这个贱人害我，我这辈子都要完了。伴随着呼啸的警车声，张伟跳楼了。毕竟从小被他那个强势的妈逼出来的自尊心，让他无法接受从大学生到阶下囚的强大落差。可惜他没死，断了一条腿，保住了性命。张伟被抓了，原因当然是故意强奸杀人。考研大概是这辈子都不能考了，他那个二本母校还直接取消了他的学籍，真好。他现在也跟我一样是个高中生了。调查环节的时候，李翠芬一口咬定：警察先生，这女人是故意的，她设着套等我儿子钻呢。她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报复我，她是故意的。你们看，她还故意给我发视频，向我炫耀呢。我却拿出监控视频，楚楚可怜地说：张伟是我的前男友，他气不过我跟他分手，所以才对我下手。我是因为害怕，才在家里安装了监控。我看了李翠芬一眼，无辜地说：至于他说的什么语音视频，我不知道，也许是我跟张伟挣扎搏斗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手机屏幕吧。对上李翠芬惊慌失措的样子，我扯出一个古怪的微笑，悠悠地问：我说你儿子要强奸杀我，我拿出证据了，你说是我故意的，你拿出证据来呀。李翠芬当然没有证据，她最终妥协地跪在我的脚下，哭得声嘶力竭：林家，我知道错了，你高中那事儿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你有什么就冲我来，求你放过我儿子，他是无辜的。无辜？可我的那些照片明明是他偷拍的，他才是一切罪恶的起源，又怎么算无辜呢？李翠芬现在的下跪求饶，她的哭泣和眼泪是真的因为知道错了吗？当然不是的，毕竟当初我妈从楼上一跃而下，最终惨死在血泊中时，李翠芬就站在旁边。她瞪大了眼睛，急忙向身边的人撇清说：你们看清楚了呀，是她自己跳下来的，不关我的事，不要讹我。那时候我一边抱着我妈的尸体，一边拽着李翠芬的裤腿让她偿命，她却踹开我，还对着裤腿上被我抓出的血手印晦气和心疼。事后她拒绝赔偿，口口声声嚷嚷着我妈有精神类疾病，是自己要跳楼的，规避了所有的责任。现在的我又怎么会放过她呢？我像她当年甩开我一样的甩开了她，我像她当年撇清自己一样的无辜地说：阿姨，你在说什么呢？是你儿子要伤害我，强奸杀人可是重罪，你看他把我虐待成这个样子，要是不将他绳之以法的话，他再犯罪伤害我怎么办？对上李翠芬含泪颤抖的眼睛，我笑了笑说：阿姨，与其求我放过你儿子，你怎么不早点教育你家儿子别犯罪呢？你看，好好的一个大学生被你教成这个样子，你这个母亲也有责任呐。张伟最终被判了刑，这辈子都算是毁了。
法院宣判当天，李翠芬就因为接受不了打击，突然中风住进了医院，从此只能坐轮椅。我在程叔的照顾下出了院，听他的，报了成人高考，追逐年少时没能完成的梦想。在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在街上看到坐在轮椅上颤颤巍巍的李翠芬。那么巧，她出现的地点就是我妈当年坠楼身亡的地方。我笑眯眯地走过去，李翠芬看到我，瞳孔地震，嘴里发出含糊不清呜呜的声音。我向她炫耀地展示我的录取通知书：“阿姨，我参加了成人高考，终于考上大学了哦，你一定很为我高兴吧？对了，张伟最近在监狱里的表现怎么样？你应该很久没有见到你的宝贝儿子了吧？”李翠芬情绪激动，浑身颤抖，她伸出颤巍巍的手想抓我，却从轮椅上摔下来。我瞬间扑哧地笑了。看得出来，阿姨很为我高兴，那我也祝你跟你儿子尽快团聚哦。不顾李翠芬倒在地上宛若哈巴狗似的呜呜声，我绕开她，走向了站在远处等我的程树。在很久以前，我以为我的人生就此结束，却没想到在宛若淤泥的黑暗中，挣扎着痛苦长出一颗嫩芽，最终长出了一树的繁花。李翠芬和张伟这对作恶多端的母子俩，他们恶有恶报，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报应，而我也将牵着心爱的人走向我的下一段旅程。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